老板，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带走。快走！是我开的，人是我撞的。先核实身份，你是街口饭店老板娘，他是你丈夫，修车工陈富。那这位是你们刚毕业的儿子陈放，他吓坏了，记我的吧。不用记他的，就是我。妈，你是附近外卖店的老板，当时听到什么动静没？我不在场啊，警官，我是听店里人说出了事才过来看看的。那你店里的员工呢？有谁路过吗？这大雨天的，谁往那条废道上跑啊？没有没有。我路过那条路，雾太大，我什么都没看清。但有人匿名报警。你当时真没看见？真没。林初夏，这案子陈母都认了，你去走个过场就行。可是他连撞击点都说错，这供词有问题。有问题去档案馆查。你就是那个干了5年的管理员秦晨，这卷宗乱死了。陈家的卷宗在哪儿？地区第3排，别只看口供。什么意思？口供陈母自己都认了？认了就一定是真的吗？多看物证。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入庭。核对被告人陈母身份完毕，现在开庭。检方宣读起诉书。案发当晚，被告人陈母涉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辩方对该指控存疑，现在进入调查阶段，控方开始发问。陈母，案发时是你在开车吗？是我开的，我没看清路。你确定是你开的，而不是为了保护什么人假装是你开的？审判长。控方申请展示第1组物证，准许。大家看这张示意图。陈母身高只有1.55米，如果你全程驾驶，你根本踩不到刹车，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是司机。你是不是在保护真正开车的人？反对，控方在做没有事实依据的引导发问，反对无效。控方继续。回答我，谁才是真正的司机？我下车前自己往后调的。肃静。他说下车前调了座椅，这怎么反驳？口供天衣无缝。谎言永远无法覆盖物理痕迹，看看滑轨磨损痕迹，还有车内指纹。你是说座椅根本没动过？审判长，申请播放鉴定报告。准许，将物证显示屏呈上法庭，交由申请人当庭展示。这是车辆滑轨磨损鉴定报告，鉴定显示座椅在最后端卡死了至少1周，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在下车前调节过座椅，你在撒谎。鉴定显示座椅在最后端卡死了至少1周，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在下车前调节过座椅，你在撒谎。这份鉴定是由第3方出具，检方已合成无误。我记错了，那可能是我前几天调的。好，退一万步。如果你真的在开车，为什么方向盘上没有你的完整指纹？这份痕检报告证明，只有副驾和车门把手上有你的指纹。被告人，请对物证作出合理解释。那是我戴了手套。案发在暴雨夜，现场根本没找到任何手套。他就是开车了，你们别逼他，他有神经衰弱。爸，你别说，对，是我妈开的。旁听人员禁止喧哗，法警维持秩序。物证不会撒谎，陈母全程驾驶不成立。检方认同辩方证据，陈母交通肇事罪名不成立。但这意味着陈家3口涉嫌互相顶包、恶意串供，隐瞒案件真相。别查了，求求你们别查了！造孽，造孽呀！妈！肃静。本庭确认，陈母恶意串供，顶包成立。那么本案的焦点移至真正的司机。好的，知道了。
是我妈是心疼我，才给我顶罪的。但是我真的是无心的，我是正常行驶。证人赵远，你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我雾太大，我没看清任何人，我就是按照老时间去送外卖，后来受了伤，我就走了。案发当晚，你就在林间小道附近的桥洞里，你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啊，我不知道啊，我脑子不好使，我记不清了。现在是录口供，你作假证是要被起诉的，知道吗？我真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爱信不信吧。我是开外卖餐饮店的，那天外卖小哥约了没来，那条路晚上本来就没灯，经常出事的。唉，这小子也真是倒霉，撞上了。他在帮陈家开脱，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一切太顺利了，证据太完美了，感觉哪里不对劲。查车机蓝牙，基站定位，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开进一条废弃小道。查他案发前的电话记录。控方出示这份详单是想证明什么？大家看证据1和证据2，陈放在案发前接了2通电话，随后立刻偏离主路。这只能证明他改道，不能证明他没有正常行驶。但他根本不是自己要改道的。电话记录和导航记录的时间都对得上，你是接完电话之后特地查了导航再变道的，你根本不是正常驾驶。我没有，我就是不认识路。被告人控制情绪。所以那2通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反对，控方这个问题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反对无效。被告继续回答。是催债的，我们家欠了钱，电话里逼得太紧了，我慌了神，想躲开他们，才开错路进小道的。催债的会让你开进连路灯都没有的废弃小道？反对控方推测，被告人的陈述具备一定合理性，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无论电话内容是否为催债，陈放驾驶肇事已是客观事实。至于陈母和陈父涉嫌包庇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罪，控方申请押后再审。本庭宣判，陈放交通肇事罪名成立，且家属涉嫌包庇罪、妨碍司法程序罪，押后再审。休庭。肇事司机是查出来了，借口找的也不错。但是陈家撞人之前，死者的头部其实已经受过致命的重击。陈家把催债的借口咬死了，后面的事儿别留尾巴。沈总您放心，那个送外卖的赵远，我盯得很死，绝对不让他乱说话。路灯那边呢？监控死角都处理干净了。这出戏才刚开始。庭前证据交换过了，陈家的口供和现场物证都对上了，看似天衣无缝。但你看这儿，陈母说是自己提议顶包的，陈父却说是他先提议的。这么关键的事情，怎么会连谁出主意都记错？除非顶包这件事儿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想的。陈放肇事后，你们为何不立即打电话报警求救？我们吓坏了，在车里懵了2分钟，腿都软了，根本没反应过来。你们在车里所谓的懵了2分钟，根本就是在对台词串供。3个人的口供有3个版本，你们在演给谁看？反对。人在极度恐慌下，记忆出现偏差是正常的，不能直接推断为恶意串供。好，那我退一步，你们在车里对台词的时候，电话里到底是谁在教你们怎么说？没有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害怕才商量顶包的。你确定没有任何人在电话里教过你们？那家人欠钱不还，大半夜开进废弃小道撞了人还想着包庇串供，这种人真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会带节奏。我真的只是路过，雾太大了，什么都没看清。他又在撒谎。他说他没看清，可他却精准地描述了陈母从驾驶室下来的样子。没看清物，却看清了人，说明他比他自己承认的离现场近得多。所以他确实看到了什么，但他不敢说。第一通报警电话是22点26分，你说你们当时还在车里考虑顶包，22点27分执法人员就赶到了现场。你们3个人怎么可能在1分钟之内既商量好顶包计划，又全部下车站好位置？我们动作快。匿名报警人说的是，开车的是一名中年女性，而你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让她顶罪。匿名报警人和你们陈家一开始就是一伙的。反对，这是纯属猜测。你和电话里的人甚至不需要认识，但是你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高度重合。
顶包也好，匿名报警也好，目标只有一个，让陈母被当成唯一的肇事者，从而掩盖所有的真相。陈家的口供矛盾解决了，但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匿名报警就是配合陈家顶包的，那陈家车里那2通电话和这个报警电话是不是来自同一伙人？匿名报警的手机是捡来的，给陈家打电话的号码都是虚拟号。一个捡来的手机，一个虚拟号，打电话的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弟弟当年也是被这样的电话引过去的。审判长，请看大屏，基站定位显示，匿名报警电话的信号源与陈家通话的信号来源都指向同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距离案发现场不过200米，这不是巧合，这是有人在现场像下棋一样布好了所有棋子。查到基站了。本轮审理确认，陈母顶包、陈父包庇、陈放肇事均成立。至于那2通引导车辆改道的电话来源以及匿名报警人的身份，目前仍属未解之谜，律法不会放过任何真相。休庭。还有一伙人。前3轮锁死了陈家，但要想抓到幕后操控者，就得从现场的其他目击者入手。第4轮的证人是外卖员赵远。他不敢说话，他在怕什么？一个连饭碗都捏在别人手里的人，嘴是撬不开的。你得先让他看见，你能保住他。有些账还没算完。我那天晚上，证人，请大声说话。赵远，慢慢来，没人会伤害你。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他的老板。赵远，你再说一遍，案发时你具体在什么位置？我说了，我就是骑车路过那条小道，雾太大，我什么都没看清。你确定你只是路过，没有停留？没有，我摔了一跤，扶起车就走了。他的外卖服上有小道草丛的特有植物纤维，而且我查了周炳外卖店背后的注资方，是一家姓沈的空壳公司。沈家，他们开始清扫边缘棋子。审判长，庭前证据交换时，辩方已经看过了，这是调查组从赵远外卖服裤腿上提取到的植物纤维鉴定报告。赵远，你在调查里口口声说只是路过，那你解释一下，门尼裤腿上会沾脚到深处左侧草丛的特有植物纤维？我可能记错了，那天太黑，风又大。你不是记错了，你根本就不是路过，你躲在那片草丛里，看清楚，你在那片草丛里逗留了不止1分钟，这是个绝佳的潜伏点。你大半夜不送餐，躲在草丛里到底在怕什么？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看见，求求你别问了。审判长，庭前交换的证据能证明他衣服上有草，不能证明他目睹了任何事儿。公诉方在诱导证人。那个新来的公诉人就是想踩着咱们的骨头往上爬。沈家那边发话了，你给我在庭上把嘴闭严实了。只要你听话，你乡下老娘的医药费他们全包。要是敢多说半个字，老板，我懂，我打死都不会乱说的。这就对了。审判长，庭前交换的证据只能证明赵远的衣服沾了草，他摔车也好，躲雨也罢，这些都改变不了流浪汉老七打电话报警的客观事实。外卖员的供词对本案毫无意义。错，大错特错！他的供词不仅不是毫无意义，反而极其致命，因为他证明了案发那一刻现场还有清醒的第三方存在。我那天晚上就是正常送餐，不小心骑进小道，摔了一跤。摔了之后呢？扶起车就走了，真的没停留。扶起车就走，10点40分才到修车铺，他至少在草丛里躲了10分钟。他在撒谎，这是你当晚在修车行的记录，你根本不是路过，你是下雨路滑，连人带车直接摔进了那片草丛里。我摔车了怎么了？我没杀人啊！摔车不犯法，但你在草丛里至少坐了10分钟，视线正好死死盯着案发中心，你到底看到了谁杀人？我没有。赵远所在的外卖店老板叫周炳。赵远在庭上每次回答前都会往旁听席的方向看一眼。怕的不是查案的，是他老板周炳。周炳一定在场。审判长，这是当晚11点赵远在社区诊所的就诊记录。他摔伤的不是蹭破皮，是踝关节扭伤。医生建议冰敷制冻，观察半小时。你根本没法推车马上走，你在草丛里至少蹲了10分钟以上。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如果你继续隐瞒，就是在包庇真凶。我说
我都说我没看到我老板，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包庇老板，我当时吓得连滚带爬。那你到底看到了谁？是他，我看到了那个流浪汉老七，就是他，他抢了死者的金表，还拿一块大石头狠狠砸了死者的头，听到了吗？是他，不是我杀的，到处都是血，全都是血，我吓坏了才推车跑的，人是他砸死的。肃静，法警，立刻控制住他。我没杀人，你们别抓我，我是冤枉的，他不是我砸死的。不像装的。本庭确认，流浪汉老七涉嫌抢劫，并造成受害人严重伤害。审判长，鉴于赵远的新证词，我方当事人陈放纯属被不可抗力卷入，陈放的犯罪指控应彻底排除，他也是受害者。聂大老爷呀，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人是那个流浪汉打死的。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谁能听我说一句，我根本就没有杀人动机呀！老板，里面情况咋样？赵远那小子没乱说话吧？沈总安排的很明白，那个要饭的被抓了，这把火暂时烧不到咱们店。回去告诉店里的人，沈家的事儿谁再乱嚼舌根，我割了他的舌头。一个流浪汉为了一块金表，真的会下死手吗？用石头砸了他的头。老七被带走时最后那个眼神，绝对不是绝望，是不甘。不对，这案子的逻辑链还缺一环，根本还没解。这是秦月、秦晨的弟弟。原来5年前他也死在了这条路上。审判长，外卖店老板周炳证实，赵远当晚的行为极度反常，他根本不是去送餐的。没错，他那天根本没来店里取货。谁知道他大半夜在外面瞎晃悠什么？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为了脱罪随便攀咬别人，他的话你们也信？这是公诉方补充调取的案发路段基站信号图，赵远轨迹消失的10分钟，正好处于该路段的信号盲区。他摔车停留的时间、地点严丝合缝，他的视角边界至此完整，他就是一个恰好在场的无辜路人。老板，我真的只是个路人，我终于不用坐牢了。哭丧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把店都搭进去？老板，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这几天别让我再看到你。这块石头是在现场附近草丛里找到的，这就是砸中死者头部的凶器。调查组那边刚传来消息，老七去当铺销赃了死者的金表，虽然经过大雨冲刷，但缝隙里还是提取到了微量血迹 ，DNA 比对与死者一致，证据链闭环了。老七，当铺记录和这块石头庭前交换时，你的律师都看过了，手表是你的，石头也是你的。为了抢一块表，你直接下了死手，对不对？还是说背后有人花钱买你闭嘴？他说谎，那个外卖员说谎，我根本没砸那么重，我那个力道连狗都打不晕。法官大人，你们都听到了，人不是我儿子杀的。审判长，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方当事人陈放完全是被电话引导到那条死路的，他根本没有杀人动机，更没有杀人事实。对，我撞上去的时候，人其实已经断气了。老七拼命想把时机的程度降到最低，如果他认了致命伤，就等于帮真正的凶手顶了罪。他在怕什么？本庭确认，外卖员目击事实全部交代，其无辜路人身份坐实，流浪汉抢劫及暴力行为成立。辩护律师提交的关于陈放免除故意杀人指控的申请，本庭予以采纳。听见了吗？儿子没事了，你不用偿命了。妈，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明明没有下死手。往这点，走。我不服，我冤枉。我走的时候，他绝对还在喘气儿。我发誓，他当时还在动。如果他后来死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本来就快死了。我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不是活人。听到了吗？那不是风声，是劣质烟草燃烧时特有的爆裂声。案发那片荒地，当时只有老七一个人在抽那种便宜烟，
报警人根本不是路过的司机，就是老七本人。他为什么要贼喊捉贼？老七，你口口声声说你打的不是活人，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那一石头到底用了多大力气？你有没有补刀？我说了，我发誓，我只是随手捡了块石头砸了他一下，就一下，我连皮都没打破，绝对不致命。审判长，请升级员将被告刚才这句轻击非致命一字不立的明确记录在案。如果流浪汉的时机根本不致命，那死者头上真正致命伤必然另有蹊跷。你不仅隐瞒了致命伤，你还隐瞒了你就是那个匿名报警人的事实。庭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声纹对比，那通报警电话虽然是匿名，但在背景音里提取到了和你身上一模一样的廉价位置烟草燃烧时的爆裂声。当时那个桥洞底下只有你在抽那种烟，一个刚刚抢劫伤人的人竟然会主动报警，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身份？就算是他报的警，基站定位也显示电话是从案发现场附近的树林里拨出的。他可能是出于害怕，躲在树林里才敢报警，这很合理。合理？一个刚刚抢了死者金表的流浪汉，不赶紧跑路销赃，反而躲在树林里用捡来的手机抓自己，这符合常理吗？老七，你到底为什么报警？我报警是因为我看到陈家的车撞了人，我看不惯他们撞完人还想跑，我想让他们被抓。他在撒谎。周老板，你手下的外卖员亲眼目睹了流浪汉打人，他一个怂包，敢在法庭上隐瞒这么重要的事实，你作为他的老板，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情？我不知情，流浪汉打人我完全不知情，我那天晚上根本不在现场，我什么都没看见。周老板，冷汗出的挺多啊。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看我的笑话？公诉人问你知不知情，你居然回答我没看见。你怎么知道公诉人怀疑你在现场？沈家的事儿，你最好也想清楚再答。法官大人，我们承认顶包，我们就是怕儿子毁了呀。既然是那个流浪汉打的，我儿子是不是就没事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案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承认，我案发前确实接了2通电话，我不是故意开进那条死路的。电话里只说让我改道，说我不去就找人弄我。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是谁让你开进那条没有路灯的小道的？我也很纳闷啊，我根本不知道那条路上躺着个人。看起来背后有人引导他。审判长，本轮事实已经极其清晰，流浪汉抢劫和轻击成立，但不足以致命。陈家被2通神秘电话引导开到小道上，包庇罪名成立。但是死者那处脑浆崩裂的真正致命伤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依然是个谜。我们再看一组照片。老七没有下死手，而且他抢完表就跑了。陈家撞人的时候，死者已经一动不动了。既然如此，一个受了轻伤、失去意识的人，怎么会完好无损的像被摆放好一样躺在马路正中央？死人是不会自己走路的，那就说明死者不是自己走过去的，他是被人像个破布娃娃一样故意放在那里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这一切。外卖员不参与此轮，陈家是误撞，老七是轻击。那么，一个人被打昏，然后像个诱饵一样被扔在没有路灯的马路中央，是谁把他放在那里的？谁在做局？不是我放的，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在那里了。也不是我发誓，我车灯照过去的时候，他就像个死人一样横在路中间。有鬼！有人要害我们！看什么看？下去！手套、猎犬，有幕后黑手。一个人被打昏扔在路中央，是谁把他放在那里的？流浪汉、陈家、外卖员，他们全都是棋盘上的棋子。下棋的人把每一步都算死了。沈家这盘棋5年前就开始下了，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喂，情况不对，那个公诉人察觉到有人布了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还要继续吗？妈，
如果是别人把他搬到路中间的，那打那2通催债电话，故意让我们改道的人，根本不是为了要钱，他是要借我们的车杀人。我们被当成刀了。一个人被打昏，完美的扔在没有路灯的马路中央，这是有人在拿活人做诱饵。这太完美了，隐藏在最深处的你，究竟是谁？陈放，你口口声声说第2通只是催债，那这通22点18分的来电，你为什么不说清楚？我就是被催得慌。催到哪一步？电话里是不是在确认你的位置？催你快点开进去，加速别停。周炳，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回去。我就一小老板，我什么都不知道。今天轮到你说清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4分钟没有报警，没有急救，路灯还坏了。你告诉我，死者在这4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我不在场，我怎么知道？你真的不说实话是吗？我都说了我不在，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告我了，你没证据别耽误我时间啊。你怎么知道我没证据？反正我说了，我就是不在场，我什么都不知道。行，你不说实话，但是通讯记录和基站定位会告诉我实话。路灯不是自然老化，是人为破坏，撬痕与前类工具吻合。路灯被破坏，视线被制造成看不清，也就是说这4分钟的空窗是人为造出来的。这不是偶然事故，也不是无关联杀人，每一环都有人操控。我那天手机坏了，按老规矩去取货，所以店里发啥我也看不见。老规矩是什么？到点就去店里取，老板把货放门口。我只看到前段，后面车来没来，谁到现场，我真不知道。周炳，你之前说过你没给赵远发过任何消息，那这条今晚别来取货是谁发的？我不记得，可能是系统发的。我们店里没系统，就他一个手机，我不敢乱说，他会找我麻烦的。好啊，还嘴硬，那就看谁的证据更扎实了。周炳坚持说他当晚不在场，但是他的口供明显有漏洞，这个关键证据到底是什么？结果出来了，死者在车辆撞击前已遭殴打，且存在拖拽痕迹，有人把他从别处拖到路中央。所以肇事之前还有一段抛掷，这段链条会不会就跟周炳有关？案发当晚，外卖店登记车辆于22点14分进入林间小道外的卡口范围。你说你不在场，那这辆车是谁开去的？车借给员工了。车去过案发地，你发过今晚别来取货，你要避开的到底是什么？我避开什么？我什么都没避。你回答问题前，麻烦好好看清证据。鉴于证据指向，本庭决定对周炳采取强迫措施，继续查明殴打与抛掷链条。老七，你老实告诉我，案发当晚你为什么会在林间小道附近？我就在那儿躲雨，没地方去。好，那你跟我说一下，当晚你遇到死者时是什么情形？我遇到他时他就躺着不动，我一时贪念才敢拿表。你偷表是事实，但我问你，他躺在路边还是路中央？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在路边吧。你遇到他时他就躺着不动，那他为什么最后会出现在路中央？我没搬他，我拿表就走了。也就是说，有第3个人在你离开后拖拽并摆放了死者。法医的鉴定和老七的口供都可以证明，死者有被搬动过的迹象，而路灯被破坏也恰好证明有人提前知道今晚这里要出事，并且布置了现场。结合赵远的口供，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你周斌。这是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拖拽鞋印，从路边草丛一直延伸到马路正中央死者倒地的位置。鞋印的尺码花纹和你案发当天穿的那双鞋完全吻合。你还要说这一切与你无关吗？周炳啊，路灯灯怎么了？案发当晚那条路的路灯为什么会突然坏掉？是我弄坏的，人也是我搬到路中间的，我一直在暗处看着。你为什么要破坏路灯搬运死者？谁指使你？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干的。你和死者无冤无仇，你没有任何动机做这些事。我就吃饱了撑着了，不行吗？周炳，老实交代。
我只做我该做的，别问了，求求你们别问了。你不说不代表没有人知道。你最好老实交代。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沈家拿捏了他的软肋，他不开口是在保命。肃静！鉴于被告人周炳涉嫌破坏公共设施罪、妨害作证罪，且本案尚有重大犯罪事实未查清，存在串供、毁灭证据的可能，本庭决定将被告人周炳带下。证人请签署认罪书。你承认你抢走被害人的手表吗？我承认，我那会儿鬼迷心窍。别绕，说你还做了什么？我拿石头敲过他一下，但不中，我就是想吓唬他。后来我看到车来了，他们3个人围着商量，我就趁远跑了。现有证据可确认，死者先遭殴打，并被拖拽抛掷，另有一次钝器轻击记录，轻击本身不足以直接推为致命伤，因此对陈家以故意杀人指控，证据仍存在合理怀疑。本庭将依法对老七涉嫌抢劫及故意伤害作出裁判，并就陈家责任继续评议。被告陈父在案发当晚受到不明来电干扰，并被引导改道，主观上不存在杀人故意，且现有证据无法排除死者在车辆撞击前已失去意识并被抛掷的可能。你承认破坏路灯、搬运死者，那你发今晚别来取货是为了避开谁？赵远说回店里跟你提过这件事情，你当时为什么不和他说明你背后的人是谁？我不认识什么人，我就按规矩办事。现阶段证据可以证明周炳破坏路灯、搬运抛掷，老七抢劫并实施伤害，但是陈家是否构成故意杀人，证据不足以排除嫌疑。对此，我方认为应当对陈家做无罪推定。本庭将当庭宣读各被告责任分层结果。对陈家3口以故意杀人罪起诉部分，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疑怀疑，本庭不予支持。对陈家3口依法当庭解除羁押措施，予以释放。被告老七实施抢劫并故意伤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被告周炳破坏路灯并搬运抛掷死者，妨害侦查，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我们能走了。真相不会放过任何人。本案证据已成，检方申请进入结案陈词。沈家，该你们上场。我是不是真的没事了？走吧。等一下，法官大人，检方申请重新开庭，我有新证据。新证据与本案合关。这是案发现场石块的 DNA 初检结果，指向被告系关联人员。法官大人，新物证未经提前报备，程序不合法，申请休庭调查。静。本庭决定终止结案程序，立即审查新证据，必要时启动重新审理。石块表面与缝隙内检出可比对 DNA 残留，符合雨液冲刷后残留特征。比对结果显示 ，DNA 与被告席人员存在高度不匹配。赵远当庭陈述说只看到前段，石块在路边，你们下车后谁先捡起它？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 ，DNA 知道。该录音系匿名记事至检方，经鉴定可用。撞死他，按误伤判，债务勾销。好的，知道了，
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开进去了。我们下车看到他躺着，头上已经被砸过，还有一口气在喘。我们怕被当成故意杀人，就想着将计就计，把他彻底砸死。鉴于新证据足以推翻原结论，本庭决定启动重新审理程序，对陈家三口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老板，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带走。喂，路我已经铺好了，开过去，撞死他，安屋山畔，债务勾销。好的，知道了。喂，我看到沈家的车过来，把一个人放到马路上，然后就有一辆车过来撞了这人。现在那辆车里有3个人下来了，不知道在商量什么。我怕被他们发现，我得先走了。你离开以后找个地方报警。儿子，他好像还有气。那怎么办？沈家不会放过我们的。两案共同点不是车撞人，而是先被重击致危，再被伪装成偶发事故。5年前那起旧案，致命伤被藏进意外里，本案则更进一步，前段殴打抛掷之后，又出现近距离补砸致命伤。检方申请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并将本案与5年前旧案的作案模式并案比对。22点23分30秒，你向上游通报有流浪汉搅局。30秒后，陈放接到第2通电话，会计偷走了沈家账本，准备跑路。你奉命砸灯搬人盯路，把他摆成谁撞谁倒霉的样子。我只是办事，我没想让事情闹这么大。5年前他们也是这么干的，挑一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替真正的主使把命埋掉。这是匿名快递袋的内封口，和5年前旧案寄给法院的匿名材料一模一样。这不是有人良心发现，这是有人故意把线递到你手里。不是递给我，是逼我现身。5年前我没能把他们拖到台前，现在他们把同样的手法再摆一遍，就是想看我会不会插手。赵源只是无辜路人，只看到前段，怕周炳报复才一直缩着。老七是你派去蹲点的人，起了贪念，强表轻击没下死手，看到陈家到场就撤了，捡到手机才报警。周炳是沈家的白手套，也是销赃链条主理人。会计偷账本想跑，被他们打昏丢到路中间当成饵。陈家本来还有停手的机会，可他们选了最坏的那个。本庭确认，死者先遭前段殴打与抛掷，后遭陈家3口近距离补砸致命。周炳实施破坏路灯，转移受害人，通报上游并遮蔽主使，依法另案侦查。赵远正言采信，老七未实施致命伤，其个人抢夺与故意伤害事实另行处理。5年前，他们把谋杀藏进一场看似无关联的意外里，真正动手的人始终没露面。这一次，他们先打晕会计，再让周炳布场，再借陈家的债把车赶进去，模板一样，只是把局做得更完整。所以这不是灭口失手，是故意复刻旧案。对，他们不是在藏，是在告诉我，他们还在。录音寄到检方是为了切掉陈家，也是为了把你逼出来。沈家知道能一眼认出这个模板的人不多，他们借这个案子下战书。我要是继续装作档案管理员，他们就赢第2次。所以你站起来，不只是为了这条命，人是救不回来了。5年前没说完的话，也不是今天就能说完。但至少这一次，他们没能再把一条命埋进意外里。接下来查沈家。对，宣判结束了，对抗才刚刚开始，沈家的秘密会一个一个腐。